我意外融合了外星科技纳米机械虫，只要吞噬就能变强。这些机械虫还能幻化成吞噬过的任何物体，不仅让我的小渔船摇身一变星际舰船，我还通过机械虫获得大量外星科技信息。当外星侵略者降临地球的时候，却发现地球已经升级到高级文明，而我也成为了星空里闻风丧胆的幽灵舰长。可我连小学都没有毕业，自小捕鱼为生养活自己。眼前这艘破旧的小渔船叫海狼号，是老爹留给我的唯一遗产。某天出海捕鱼的时候，突然一道火光划破天际，这流星的角度颇为微妙。下一刻，嗖的一声，一道流光直接穿透我的腹部，随后砸穿了可怜的海狼号。我脑子里瞬间炸开一片空白，一连串粗口差点冲出口，可身体已经不受控制，只能不甘地憋出一句：老子这是天妒英才啊！眼前一黑，直接栽倒在船舱里。年仅17岁的人生戛然而止。或许是老天都觉得我这一生实在是太过悲剧，只见已经打满了马赛克的腹部，忽然沾了一点银白色星血，下一秒血迹以惊人的速度消失，皮肉飞速愈合，肉眼看不见的微观层面，无数银色超微机械虫正在疯狂修复我的身体。在宇宙中流浪了亿万年后，原本即将消亡的未知存在终于寻找到了宿主，主动将自身与宿主进行融合，银白沿着血管飞快速流而上。10分钟后，我猛然睁开眼睛坐了起来，大口大口的喘气，看着自己破损被心下露出的8块腹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此时也终于发现自己和海狼号正在缓缓沉没，顾不上思考这件匪夷所思的事情，连忙打开抽水机，一边抽水一边堵漏。半个小时后，我终于将漏洞勉强修补好，但是边缘处仍然在渗水。开动最大的马力，柴油发动机冒着黑烟朝着陆地驶去。南湾码头，待我一上岸，赶紧让刘叔帮忙检查海狼号。刘叔打量着皱眉说道：龙骨的位置被打穿了，就算修不好，船只结构和稳定性也会受到破坏，修好了也还会漏水，除非整个更换龙骨。不过这样相当于要将整条船的主体全部拆掉，费用比重新造一艘还高。换句话说，海狼号怕是要报废了。我一听这话，大脑轰的一声，许久没说话，眼眶却是渐渐红了。海狼号是我赖以生存的工具，也是我的家，更是我的兄弟。他现在要报废了。此时忽然一个清脆的少女声音打断了我的沉思，我一抬头就看见一个白裙少女不知何时上了船，精致的容颜，干净的和这里的环境格格不入。你老爹临死前写了封信，托人送给我母亲。根据他的遗言，我母亲让我过来接你。少女的话很冷淡，老爹让你们来接我，莫非是去继承亿万家产？我知道广播剧里有这种桥段。不，只是保证你的基本生活。我有些失望，不过也有些疑惑，你是他什么人？他抛弃我们母女，怎么还有脸提起我们？少女脸上终于有了一些表情，因为愤怒两颊微红。抛弃你们母女？我瞪大了眼睛，实在想象不出来那个邋里邋遢的老爹竟然还有这样的过往。我只是犹豫了片刻，然后抬起头笑了笑，谢谢你们的好意了。不过我暂时不考虑离开海狼号。少女一愣，她实在是没想到竟然会听到这样的回答。你确定自己考虑好了？好吧，这是我的联系方式，如果你改变主意，可以来找我。少女将一张卡片放在旁边，转身离去。不远处，一名黑西装保镖替少女打开车门，轿车呼啸而去。傍晚，我失落地拿起一块干抹布将船上的水洼擦干，却突然看到那里有一片银白，不像是什么杂物，倒像是粘在了船底。可是这块古怪的东西的确让自己感觉十分亲切，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心中一动，脑海中瞬间闪过一道灵光，涌入了一大段的讯息。一瞬间，我终于明白今天白天自己身上发生的诡异事件。来自艾瑞斯文明的造物机械虫撞上自己的那颗陨石上竟然有这种东西，外星人竟然真的存在。我瞪大眼睛难以置信。虽然经过漫长的星际游荡，机械虫能够给出的讯息已经很少，它们原本是艾瑞斯文明的飞船修补材料，不知为何竟然寄生到了我身上，看样子似乎发生了某种未知变异。我看着那片银白，灵魂相连的感觉十分奇妙。既然是外星人的飞船修补业，那么修补一下海狼号应该是小意思吧？也不知道机械虫能不能修这种远古级别的渔船。想到这里，心跳略微加快，尝试着命令这些肉眼看不见的小家伙，然后惊喜地发现那团银白机械虫竟然真的有动静，同时脑海中还传来一阵意识讯号，命令确认，星球内无级别民用帆船，5等级，修复开始。就在我愕然的时候，就见这些小家伙们发出类似蚂蚁啃食的声音，他们先将破损腐烂的旧木料啃食干净，再蠕动到断裂的龙骨位置，像银色橡皮泥一样包裹住裂痕。我仔细盯着龙骨断裂处的木茬，然后惊喜地发现断裂面真的在缓慢地出现修复的迹象，不到1分钟便修补了，3公分左右的长度，而且重新长出来的龙骨表面光滑无比。我拿来旁边的一把小刀划了一刀，靠连个划痕都没有，没想到修复竟然还有强化的效果。宇宙级的飞船修复业果然是黑科技啊！然后看到旁边被机械虫啃出来的破洞，赶紧回到船舱弄了些木头渣子撒在机械虫上，眨眼的功夫，这些木头渣子就被机械虫分解成材料，继续修补船体。不过速度还是有些慢，劳动力明显有些不够了。心中一动，
回船上拿了些三角铁、铁钉之类的一堆废铁，放在机械虫上面，然后立刻命令机械虫自我复制。下一刻，三角铁像是融化了一般，没1分钟就被机械虫吃得干干净净。然后巴掌大小的机械虫像是延展了一般，面积缓缓扩大。本次我增值完成，若需要继续增值，请投入更多材料。脑海中清晰地传来一道意识，只是一点废铁，机械虫的数量就增加了这么多，修补速度也相应提升了。那还有什么好说的？我将船舱里平时用不到的一些铁质物品，全都一股脑投了进去，给我狠狠的增值。不过机械虫的数量再次增加许多之后，突然停止了动作，然后脑海中机械虫的意识响起，能量不足，请补充能源。我顿时傻眼，还有这设定，这可咋整？需要什么能源？我心中问道。太阳能、电能、化学能、热能、核能、能源、水晶反物质、湮灭能。停！什么水晶反物质？我是一个字都听不懂。我抬头看看天，大晚上的让我哪里去找太阳能、电能？不好意思，海狼号走的是古董路线，是要作为收藏品珍藏的，怎么可能进行电气化改造？核能？你指望我一个渔民用核动力渔船吗？等等，听着很霸气啊，以后得试试。我想着想着思绪就飘了很远，擦了擦口水，赶紧将核动力渔船这种脑洞大开的想法按进南泥湾。化学能？难道指的是燃料？我跑到船尾，将已经空了的柴油桶搬了过来，好容易倒出了底下剩下的些许残液，滴在银白色的一滩机械虫上。柴油一接触到机械虫，就如同渗入了一块海绵一般消失无踪。然后机械虫立刻再次开足马力修补船体，连速度都快了不少。看来刚刚机械虫只是靠着白天积累的一些太阳能，明显是饿得不行。柴油动力果然给力，不过没高兴3分钟，刚刚又增值了2倍的数量，机械虫又停了。能源不足，我靠，还是个烧能大户。不过我也总结出来，机械虫增值所需要的能耗似乎比单纯修复船体时要大很多，而且越到后来，增值的数量那是以指数形式上升的，能耗自然也是水涨船高。虽然我不明白指数是个啥，不过简单的乘法我还是知道的。这可咋整？我重新捋了一遍，不知道为什么记性似乎变得好了不少。刚刚机械虫说的那一长串能源种类，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换做之前，过10分钟就有些迷糊了。不过这都是小问题，重要的是，我终于想起来，还有个热能可以选。热能，这个我在行啊！拿来一堆木炭，直接倒在机械虫上面，然后找了些木屑引火。黑暗的东湾码头一角亮起了一点星火，照亮了周围10数米的区域。远处的刘叔恰巧看到了这一幕，叹了口气，脑海中甚至可以浮现一个孤独的少年，抱着双膝坐在火炉前，穷竭力的身影。真是苦命的孩子。刘叔叹了口气，回了船舱。然而他没看见的是，我正围着那堆篝火，眉开眼笑地跳起了动感的桑巴舞。篝火下，银白色的流光在火光中熠熠生辉蠕动着，似乎要破茧而出。当天晚上，我花光了自己所有的积蓄，买了2桶柴油和一堆废铁。第二天天还没亮便驾驶着海狼号出海。一望无际的海面上旭日东升，我站在船头，双臂展开拥抱朝阳。以前怎么没发觉晒太阳这么舒服？怎么感觉我和机械虫越来越像？晒太阳连肚子都不饿，我还是人吗？然后转身一看，顿时一乐，只见银白色机械虫似乎也十分喜欢阳光，此时竟然跑到船帆上去，摊开身体尽情接收着太阳的光和热。经过昨晚的增值修复，海狼号的龙骨已经完全复原，机械虫的数量也翻了好几番，已经有一团磨盘那么大。来，小宝贝们，给我狠狠的吃！我大手一挥，一片银白扑向堆得有半人高的一堆废铁。临近中午的时候，2桶柴油被小家伙们完全耗光，一堆废铁也只剩下一些灰白色的粉末，损失很大，不过成绩也十分喜人。现在海狼号的船帆已经完全被机械虫占领，此时他们正一边懒洋洋的晒太阳，一边顺便给船帆做修复强化。海狼号已经是几十年的船龄，又缺乏保养，身上没一处是完好的。我觉得既然自己小弟够多了，自然不能忘记自家兄弟，打算让机械虫给海狼号做一次全身马杀鸡。而这时候，我也终于到达了选定的目的地，这是一处无人小岛，这里有一件机械虫绝对够吃的东西。此时我驾驶着破旧渔船海狼号，绕过半个无人小岛，来到一处沙滩，缓缓靠岸。这里荒无人烟，不过却有着让我垂涎的东西，那是一艘沉船，别人眼中的破烂，现在却是我眼中十分宝贵的财富。正所谓烂船也有3斤铁，对于拥有机械虫的我来说，这艘船体本身就是很好的原材料。我将海狼号与沉船靠在一起，然后大手一挥，刚刚吸收了一阵太阳能的机械虫一拥而上，开始疯狂吃掉沉船。同时海狼号像是翻新了一样，飞速的变换模样，我笑的那叫一个见牙不见眼。可还没等我笑多久，突然看到跟了自己几十年的船锚原本满是铁锈，我惊了，船锚居然在不断瘦身，铁锈杂质全被吞噬提纯。我靠，你们这是在搞毛线？我傻眼了，赶紧喊停，然后心疼的拿起船锚，原本几十斤的大家伙，现在我一只手就很轻松的提了起来。我欲哭无泪，然后猛然间似乎想起了什么，大叫一声，用最快的速度跑进船舱，没了，什么都没了，但凡带点金属的全被砍得干干净净。你们这群吃货，好歹留口锅给我煮泡面啊，这样我吃什么呀？心中刚刚这么想着，下一刻，银色虫巢猛地分出一团，在空中飞速重组塑形，瞬间一口银光闪闪的金属钵稳稳落在我面前。我一愣，还能有这种操作？随即拿起那把银光闪闪的钵，用手敲了敲，梆梆作响。我瞬间大喜，吃什么就能变什么。来来来，刚才吃的给我变出来。话音刚落，
面前飞速的出现了一堆的锅碗瓢盆，无人岛上的狂笑声惊起了林中一片飞鸟。半个小时后，海狼号上的所有铁制工具全都完成了机械虫化改造。我站在海滩上，看着浑身上下银光闪闪的海狼号，露出满意的笑容。不过下一刻就犯愁了，这可有点嚣张过头了呀！这船开出去，估计分分钟就被海警扣下了。要是能变一下颜色就好了。然后下一刻，奇迹出现了，船上那些银光闪闪的机械虫唰的一下，全部恢复了原本工具的颜色。眼前的海狼号就像是被 PS 一样，从充满科技感的白银之舟，又变成了老掉牙的破旧渔船。好，这样连油漆费都省了。我心中一动，伸出手掌，机械虫群中间突然隆起了一个拳头大小的银色小球，然后将自己弹向我，准确无误地落入我的手中。接着手中的银色小球时而变成一个平底锅，时而变成一把精致小刀，给我变成一把长剑。不过这次机械虫毫无动静，脑海中甚至传来一个意识：啥叫长剑？我比划了半天，可机械虫依然迷糊，莫非是吃过的才能变？海狼号船舱里自然不可能有件这种东西。最后我终于明白到底怎么回事：机械虫吞噬一件物品时，会存储其虚拟模型，这才是它能够利用自身作为材料重新构成物品的原因。这岂不是说我喂你一艘航母，你就能给我造一艘航母？以我那立志成为一名光荣的渔民的想象力，这种事情对我的冲击力，甚至比遇上外星人造物更加让人震撼。至少到今天为止，我一直是将机械虫当成一件修补海狼号的工具。突然发现，我似乎要发。眼见太阳落山，机械虫也已经享用完了他们的沉船大餐，我决定在岛上过一夜。突然，一阵马达轰鸣声由远而近，打断了我的思绪。这么晚了，竟然还有人来这种无人小岛？南海周边一向鱼龙混杂，各种道上的人都有，这里又是远离大陆的三不管区域，若是碰到什么不该看见的交易现场，被人灭口那就太冤了。我决定小心为上，心念一动，机械虫立刻行动起来。船舱的天花板上一片银白铺下，然后我亲自指挥，海狼号船身一阵变换，多处船体变成纯黑色，短时间内便完成了简单的视觉欺骗。伪装算不上天衣无缝，但今夜月黑风高，只要不靠近到眼前，便很难看出破绽。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老爹说过，想在海上讨生活，就不能做任人捕捞的鱼虾。你要做海狼，狼行天下吃肉，狗行天下吃屎。聂云想吃肉，自然选择坐牢。他骨子里带着一股从小打出来的狠劲，在南湾码头，人人都叫他海狼。做完伪装，聂云微微喘了口气，他愕然发现，指挥机械虫竟然会消耗精神力，控制规模越大，指令越精细，消耗就越剧烈。不容他多想，一艘白色快艇拐过山崖，轰鸣着冲了出来。船头探照灯在海狼号身上扫过几次，径直朝着岸边驶来。聂云立刻缩到船沿下藏好，快艇在不远处靠岸，对这艘废弃沉船完全没兴趣。他松了口气，悄悄探出头，借着灯光，他看见一个高大男人把快艇拽上沙滩，船上又跳下来3个人，中间一人被挟持着，是个穿白色连衣裙的女人，那身影莫名有些眼熟。快点下来，别磨磨蹭蹭。男子动作粗暴，女人踉跄着站稳，光线恰好照亮她的脸。聂云脸色一变，是她，昨天那个自称是老爹女儿的少女。嘿嘿，老三，别这么粗鲁，伤着了怎么办？这可是个美人坯子，老子等会儿还想爽一爽呢。一个公鸭嗓尖笑着开口，老二，别做多余的事。最先上岸的老大沉声道，雇主说了，人质要完整，想找女人，等这单做完，你想玩多少都行。楚潇潇看着老二发黄的牙齿和满是欲望的眼神，浑身一冷，他强压着恐惧，声音发颤，你们绑架我，不就是为了钱吗？只要不伤害我，多少钱我都可以给。楚小姐，干我们这行也讲信誉。老大淡淡丢下一句，虽然你能开更高价，但我们先接了雇主的单子，对不住了。他不再理会他，转头吩咐老三用卫星电话问雇主什么时候到。老二去搭帐篷。老二不甘心地瞟了楚潇潇一眼，不情不愿地去了。快艇熄火，一盏强光户外灯亮了起来。楚潇潇抱着膝盖缩在灯旁，看上去楚楚可怜。老大守在一旁，警惕地扫视四周，暗处一双锐利的眼睛正静静盯着他们。帐篷很快搭好，老大把楚潇潇赶进去，自己守在帐篷门口，寸步不离。老大，雇主到底是谁？为什么非要抓楚家大小姐？老二凑过来，眼神却不住往帐篷里瞟。不该问的别问。老大冷冷瞥了他一眼，老二讪讪一笑，扯了几句闲话，随后借口帮老三捡柴，起身走向小岛深处的树林。老大望着他离去的背影，眼中杀机一闪而逝。你说错了，是2个人分，一人500万。不少的低语被海风卷走，无人听见。沙滩另一边，老三站在破旧沉船前，拿着手电来回打量，怎么破洞这么多？看着不像触礁，倒像是被炮轰的。黑暗里，聂云和机械虫集体沉默，好像伪装的有点过头了。不管了，去船上拆点木头，比捡柴快多了。老三暗自得意，径直走进沉船。他刚踏入船舱，手电一亮，整个人都僵住了。里面干净整洁，甚至还有生活用具。有人，他心里一惊，脚下忽然一滑，脚踝猛地一紧，一根银白色的缆绳瞬间缠住了他。手电光顺着缆绳往上照，横梁上赫然悬着一枚船锚。老三脸色巨变，伸手就要拔匕首，可横梁上的船锚竟毫无征兆的猛地一坠，周围空空荡荡，他却像是被人狠狠往下一坠。短促的惊叫未落，他整个人头下脚上被狠狠倒吊起来，脚步声从舱口靠近，
缓缓在他身后站定，一股毫不掩饰的恶意扑面而来。谁？老三浑身汗毛倒竖，咚一声闷响，平底锅狠狠砸在他后脑。老三双眼一翻，直接昏死过去。聂云随手一抛，平底锅化作一滩银液，融回船体。他从老三身上搜出卫星电话、瑞士军刀、一把54式手枪、2个弹夹，还有一些零碎杂物。他盯着手里的黑枪，心里一阵后怕。我了个乖乖！要不是有这帮小家伙，今天差点就吃花生米了。这伙绑匪显然不是普通混混。他把东西收好，手枪别在后腰，看了眼还在晃荡的老三，挥了挥手，别浪费。吃完记得绑结10点。船锚化作银液落下，老三扑通一声摔在地上，瞬间被流体包裹。片刻后，他身上所有铁质物件被啃得一干二净，连皮带扣都没剩下，只被几根银亮的绳索死死捆住。聂云抬眼望向舱外，黑夜中那道唯一的强光格外刺眼。一声短促的惊呼惊动了守在帐篷外的老大，他猛地站起身，皱眉望向沉船方向，右手下意识按在了枪柄上。什么声音？老二抱着枯枝从树林里过来，那边不对劲，老三可能出事了，我过去看看。老大沉声道：“你在这儿守着，一步都不准离开。”他持枪在手，打着手电，缓缓走进黑暗。老二看着光柱远去，眼珠一转，嘿嘿一笑，径直钻进了帐篷。帐篷内一片漆黑，楚潇潇缩在角落，浑身发抖，如同坠入绝望深渊。帐帘忽然被掀开，光线涌入，照亮了老二那张猥琐丑陋的脸。楚潇潇惊恐地往后缩，无处可逃。嘿嘿，小美人，等急了吧？叔叔这就来疼你。不要，别过来！楚潇潇拼命摇头，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他越害怕，对方就越兴奋。老二上前一把扯住他的衣裙，撕拉，布料撕裂，尖叫声响起。富家千金就是不一样，养的就是白嫩。老二一脸淫笑，伸手就要抓。楚潇潇彻底绝望，只能死死捂住胸口，无助地发抖。就在这时，一个冰冷的声音在他身后响起：“我劝你最好别动。”一根冰冷的管状物顶在了老二后脑，他浑身一僵，瞬间不敢动了。楚潇潇愕然望着帐篷口的黑影，背光看不清脸，可那声音他隐约有些熟悉。手举起来，慢慢往后退。那人声音平淡，却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镇定。老二混迹江湖多年，一眼就知道这不是新手，妄动必死。他冷汗直流，乖乖高举双手，一步一步往后退。来人始终没有完全走进帐篷，只站在门口，枪口稳稳顶在他脑后，一步步将他带离。帐篷内重新恢复光亮，楚潇潇怔怔坐在原地，绝处逢生的狂喜让眼泪瞬间涌了出来。退出2-3米后，聂云停下脚步：“兄弟，哪条道上的？是不是有误会？”老二强装镇定，聂云没回答，只是持枪侧移2步。退后，老二转身，缓缓后退，终于看清了对方的模样，一个16、17岁的少年，穿着紧身背心，裤脚卷起，活脱脱一个底层渔民。老二当场愣住，我竟然被这么个小子制住。再看他手里的枪，他瞳孔骤缩，这是老三的枪，你把老三怎么样了？再退远点。聂云淡淡命令。老二眼珠乱转，一边后退一边试探：“小兄弟，别冲动，有事好商量。你知道他是谁吗？他值1000万。”帐篷里的楚潇潇听着外面的对话，心提到了嗓子眼。我听见了，1000万。聂云嗤笑一声：“老子这辈子1万块都没见过。好了，就站在那儿别动，位置差不多了。”位置？什么位置？老二一愣，砰！枪声骤然炸开，火光在黑夜中一闪，扑通，人体重重栽倒，再没声息。楚潇潇还没反应过来，帐篷外就探进一张笑脸，强光落在他脸上，双眼亮得惊人。是他？怎么会是他？嗨，美女，又见面了。聂云咧嘴一笑：“你怎么会在这里？”楚潇潇终于回过神，满脸难以置信。比起这个，我们还是先离开这儿比较好。你说呢？聂云话音刚落，远处就传来老大怒骂的声音，正朝着帐篷狂奔而来。可跑到半路，老大眼前一幕让他当场气炸。突突突！有人发动了快艇，快艇飞速倒退出沙滩，掉头冲进海里，瞬间远去。老二，你这个反骨子！老大气得浑身发抖。在他看来，一定是老二见财起意，偷偷把人带走，想独吞1000万。等他冲到帐篷边，快艇早已驶出上百米。混蛋，别让我抓到你，我非把你大卸8块不可！他正怒吼，忽然闻到一丝淡淡的血腥味，转头一看，强光边缘赫然躺着一双熟悉的靴子，手电照过去，地上的尸体正是老二。这怎么回事？老大彻底懵了，他猛地看向快艇离去的方向，开船的根本不是老二。难道一个念头在他心里升起，让他遍体生寒？是老三故意弄出动静引开自己，再回头杀了老二，带着人跑船。这种心思缜密的布局，是那个木讷老实的老三做得出来的。老三原来藏得最深的人是你啊！一股被最信任兄弟背叛的悲凉涌上心头，他颓然坐倒在地，望着漆黑的海面，心灰意冷。许久之后，一阵脚步声从黑暗里传来，老大僵硬地转头，老三从阴影里走出来，一手捂着脑袋，一手拼命提着裤子，模样滑稽又狼狈。老三话没说完，就被老大一把紧紧抱住。老三，太好了，不是你，真的不是你！老三浑身一僵，鸡皮疙瘩都起来了，猛地一把推开老大，双手死死拽着裤腰。老大，我不是那种人。两人一番交流，很快意识到事情不对，走，去那艘船上看看。老大抓起手枪，脸色阴鸷。两人冲到沉船位置，
眼前一幕让他们彻底傻眼，哪里还有什么沉船，空空荡荡，连根毛都没有。老大，我们是不是撞上幽灵船了？老三声音发颤。胡说什么？幽灵怎么可能开枪杀人？老大嘴上硬撑，心里却早已发毛，转身快步逃离了这片诡异之地。离小岛不远的海面，快艇缓缓减速，熄了火。我们停在这里干什么？楚潇潇看着正在翻战利品的聂云，等我的船。聂云随口答道，从背包里翻出几罐罐头，眼睛一亮，太好了，正好饿了，等你的船。你还有同伴？楚潇潇有些惊讶。聂云没解释，坐到船头撬开罐头，里面是酱牛肉，他大口往嘴里塞，吃得含糊不清。你要不要来点？之前操控机械虫消耗巨大，夜里又没有太阳冲冷，他早就饿得前胸贴后背。楚潇潇被他勾起食欲，也坐到他身边。聂云顺手给他也开了一罐，两人就着海风默默吃了起来。你还没说，你怎么会在这里？楚潇潇忍不住问。喂那个，谢谢你救了我。他小声补了一句，显然不太习惯道谢。我不叫魏，我叫聂云，我叫楚潇潇。楚潇潇抱着膝盖望向漆黑的海面，忽然想起刚才那声枪响，他好像是故意把人引到自己看不见的点才开的枪。就是这个细微的举动，让他第一次面对死亡却没什么太大冲击，只觉得那人死有余辜。这个看上去粗野的渔民，心思却意外的细。聂云，你能不能跟我说说他的事？楚潇潇轻声问。聂云一愣，看向他明亮的眼睛，有些不自然的咳了一声，躺倒在甲板上，双手枕在脑后，望着满天繁星。老爹啊，就是附近有名的酒鬼，整天喝得醉醺醺的，喝醉了也不闹，就坐在海狼号船头，望着海发呆。他又懒又邋遢。从我记事起，我就是船上的水手、修理工、渔夫、厨子，他只管当船长。他还特别恶趣味，总喜欢捉弄我，让我当众出丑。有一次我气急了，拿着菜刀追了他一条街。不过他就是嘴硬心软，有什么好东西，永远先想着我，从来不对我发火。我小时候发高烧，村里医生不在，他背着我翻了3座山，走了4个小时到城里急诊，才算把我捡回来。他给了我海狼号，给了我一个家，教我怎么在海上活下去，怎么做人。我看得出来，他活得不开心，但他从来不说过去的事。反正我对老男人的往事也没什么兴趣。聂云絮絮叨叨说着，楚潇潇安静地听着，心里第一次对那个从未谋面的男人有了清晰的模样。聂云说完，看向他，楚潇潇微微偏过头，轻声道：“我去看过他了，上了炷香。”聂云眯起眼，露出一抹笑容：“是吗？那就好。”又过了10几分钟，海面忽然传来一阵轻微的破水声响。你有没有听见什么？楚潇潇一惊。聂云站起身，伸了个懒腰，指向一旁：“我的船到了。”暗淡星光下，一艘破旧渔船悄无声息从黑暗中划出，缓缓靠了过来。这楚潇潇瞪大了眼睛：“你懂的，现在科技这么发达，都有自动驾驶汽车了。我的海狼号差不多也是这个类型。”聂云随口解释一句，提着包跳了上去。他站在船上，朝他伸出手。楚潇潇愣了一下，才轻轻把手放了上去。他的手冰凉柔软。上船之后，楚潇潇脸颊微热，装作四处打量，悄悄走开了几步。真的没人啊！他满脸惊奇，他自然不会看见。那破旧船帆之下，偶尔闪过一丝微不可察的荧光，这也是聂云这天意外发现的能力。无论距离多远，他都能如臂使指般操控机械虫，远程遥控海狼号早已不是问题。等等，不对啊！我昨天来的时候，你这船龙骨都断了，怎么今天还能出海？楚潇潇忽然反应过来，四处一看，船上连个破洞都找不到。他越来越觉得这个少年身上藏着太多秘密。聂云趁他不注意，往快艇上丢了一团银液，随后转头对他笑道：“好了，我们返航，天亮差不多就能回南湾。这里有个卫星电话，我不会用，你给家里打个电话，让人来接你。对了，今天这事我不想太多人知道，有点麻烦。”楚潇潇接过电话，看了他一眼：“你还是不愿意跟我们一起生活吗？”聂云摇了摇头。楚潇潇没再多问，走到一旁拨通了号码。“喂，哪位？”电话那头传来一个温柔却疲惫的女声：“妈，是我，潇潇，是你。”女人声音瞬间激动：“潇潇，你怎么样？别怕，妈一定救你出来，不管多少钱，妈都给。妈，你别激动，我没事，绑匪不在，我被人救了，现在很安全。”什么？对面沉默片刻，声音忽然换成一个男人：“楚小姐你好，我是夏市公安局局长刘国东，你现在在哪里？是否安全？”楚潇潇看了一眼聂云，淡淡道：“我现在的位置不方便透露，明天早上我会再打电话，让我妈派人来接我就行。”不等对方回应，他直接挂了电话。“喂，那可是公安局长，你这么硬气，小心给你穿小鞋。”聂云啧舌，他给我穿小鞋，出了这种事，他该庆幸我平安无事，否则他的仕途也就到头了。我们不追究，他就该偷着乐了。楚潇潇语气里透着一股与生俱来的底气。对了，你拖着快艇干什么？他注意到海狼号后面还拴着那艘绑匪的快艇，9成新，转手能卖不少钱呢。聂云露出一副财迷本色：“去船舱睡一会儿吧，天亮到码头了我叫你。”楚潇潇点点头，刚走2步，忽然停下，扭头眨着眼睛问：“门有锁吗？”聂云：“放心，我对未成年少女没兴趣，你比淑云阿姨差远了。”他一脸嫌弃。楚潇潇狠狠白了他一眼，他脱下外套，随手一丢，双手高举，伸了个懒腰，露出一截光洁的腰腹。累死了，海上也这么闷，好想洗澡。他原本就被扯破的连衣裙肩带彻底滑落，
半边衣襟松垮下来，一片春光毫无预兆撞进聂云眼里。楚潇潇得意地扬了扬下巴，扭着腰走进船舱。聂云深吸一口气，走到船尾，那里传来一阵细微的沙沙声，机械虫正在疯狂吞噬快艇油箱里的汽油，几十升燃油正好解决今晚的能源缺口。第二天清晨，楚潇潇醒来，愕然发现身后海面空空荡荡，快艇呢？昨晚想了想，一艘破快艇也卖不了几个钱，我就把它放生了。聂云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早上7点，南湾码头仓库前，一身职业套装的楚凤焦躁的来回踱步，4名保镖分立左右，神情戒备。妈！楚凤身体一僵，猛地回头，阳光下，失踪2天的女儿正完好无损地站在不远处对他笑。他快步冲上前，紧紧抱住楚潇潇。警察立刻围拢上来，局长刘国东上前正要询问，我都说了，我被人救了，绑匪被甩掉了。楚潇潇语气不耐，刘国东还想追问，楚潇潇直接躲进母亲怀里。妈，我想回家。楚凤冷冷瞪了刘国东一眼，搂着女儿转身离去。楚潇潇趴在母亲肩头，望向海面，一艘破旧渔船正缓缓扬帆，消失在远方。海狼号上，聂云站在船头，吆五喝六，小的们都动起来。1日之计在于晨，该晒太阳的晒太阳，该保养的保养，别偷懒。新来的这批去把桅杆砍了，记住吃多少补多少，别给我弄断了。送走楚潇潇，他终于可以放开手脚改造。机械虫吞掉整艘快艇后，数量直接翻了3倍，几乎填满了整艘渔船的骨架。一个疯狂的念头在他脑海里炸开，用机械虫彻底替换掉整艘船的材质。一艘全身由特种合金构成的渔船，光是想想就让他激动的浑身发抖。他握紧那把手枪，掌心传来血肉相连的触感，闭上眼睛，意识与枪械上的机械虫彻底同步。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咔啦！聂云双眼微睁，手指微动，手枪自动上膛开保险。砰！他随手朝着海面开了一枪。聂云睁开眼，内心震撼到极点，竟然能做到这种地步，这就是传说中的人枪合一。他举枪瞄准桅杆上的缆绳，第一枪打偏，砰！第二枪，吃！子弹擦过绳索，溅起一点火花，缆绳完好无损。爽！聂云兴奋地摸了摸枪身，又嘀咕一句，就是威力差了点，美中不足。吧嗒，刚刚被子弹擦过的位置突然整齐断裂，整面船帆哗啦一声掉了下来。聂云满意点头，吹了吹枪口，耍了个枪花。下一刻，手枪化作一圈银环，套在了他的手腕上。他吹着口哨转身，身后断裂的缆绳与船帆正在荧光牵引下自动飞回桅杆，重新复位。聂云摆弄起那部卫星电话，心里一动，吃掉它。3分钟后，他手里多出一台通体银亮的新式卫星电话。连小学都没上完的本大人，现在越来越不像人了。他颇为嘚瑟。电话忽然响起，喂，聂云，是我。你个笨蛋，我记下你号码了。楚潇潇的声音传来，还有，你这号码快欠费了，我给你充了1万话费，1年内不用愁。对了，你那美股币卖不卖？聂云挠挠头，望了一眼大海，在打鱼呢。今天收获还行，你难道就想打一辈子鱼？打鱼没什么不好。聂云坐在船头，晃着脚丫，当然是要当最伟大的渔女。楚潇潇气呼呼地挂了电话。聂云转过身，看向身后的船体，将近一半结构已经化作银光闪闪的合金。哎呀，兄弟，看来古董这条路是走不成了。他拍了拍甲板，下一秒，他忽然注意到海面不正常的晃动。卧槽！他愣了片刻才反应过来，超重了。书到用时方恨少，小学文化果然不够用。聂云沉思片刻，得出一个朴素结论：机械虫的数量还得继续报。半小时后，累得气喘吁吁的聂云看着东一坨西一坨勉强拼凑在一起的海狼号，双手合十，一脸高僧状。我执是痛苦的根源，放下才是解脱。他驾驶着恢复破旧外观的海狼号，驶入一片资源丰富的远海水域，拿起钓鱼竿，钩尖在他意念操控下化作一颗银亮实心小球。聂云猛地一甩，小球带着吊线飞出10几米，沉入深海。沉到海底后，小球瞬间展开，伸出6只细长节肢，如同一只机械蜘蛛，在海底开始搜索。随着他一声令下，船上部分器件化作银液，顺着吊线涌入深海。蜘蛛开始疯狂分裂，1变2变4，短短时间，整片海底遍布这种微型探测单元。聂云把鱼竿固定好，闭眼晒太阳。片刻后，他猛地睁开眼，喜色暴涨，稍微一感应，他就惊得合不拢嘴。卧槽，这起码是1000吨级的大船。他对着大海真诚道谢：“不用了，谢谢兄弟，我在钓大鱼，足足1000吨，得花点功夫。”此刻操控海量机械虫，负担已经接近极限，他不得不暂停扩张，让虫群分散在海面，疯狂吸收正午阳光充能。电话又响了，聂云，你那枚股银币鉴定结果出来了。楚潇潇语气有些怪异，怎么样？聂云吸溜着泡面，鉴定结果说，你那枚银币至少值1000万。哦，聂云嘴里的面直接喷了出去，你说多少？1000万人民币，至少，也就是说，这枚银币真的值1000万。他还有点懵，没，我就是在想，1000万能买多少碗牛肉面？楚潇潇，聂云，你能不能有点出息？你就算把钱存银行吃利息，都能天天吃牛肉面。嗨嗨，潇潇别生气，我开玩笑的。聂云赶紧谄媚一笑。对了，我要是想买船，你有什么推荐吗？需要帮你找水手吗？不用，
我自己水手多的是，不麻烦你。聂云连忙拒绝，海狼号全是秘密，怎么可能让外人上船？那好吧，不过我帮你这么多，你打算怎么谢我？银币卖掉，买船，剩下的钱都归你。聂云大手一挥，十分大气。深夜12点，南海海域南澳岛外，光秃秃的海狼号上，聂云双手紧握钓竿，钓线正飞速回收。出来吧，新海狼号！他猛地一扬竿，一声低喝，轰隆，沾满海藻与贝壳的巨大船头破水而出，带着数百年的沧桑与威压，重见天日。船头重重砸在海面，激起数米高的巨浪。哈哈哈哈！吼吼！聂云死死抓着船头，浑身湿透，却在风浪中放声狂笑。海面渐渐平息，他沿着机械虫构成的绳梯登上这艘古老战舰，随后旧海狼号被彻底分解，融入新船的修复工程。望着彻底消失在海面的旧船，聂云在胸口不伦不类地画了个十字，随后美滋滋地参观起自己的新座驾。下城帝豪大厦顶层，少爷，对不起，行动失败。峰哥低着头，语气恭敬。楚潇潇已经回到楚氏集团，安保等级大幅提升，普通手段很难再下手。青年眉头微蹙，阿峰，我一向信你，可这次你让我很失望。峰哥额头冒汗，飞快瞥了一眼青年脸色。少爷，这次是意外，我们雇的人本来已经得手，结果他们内部内讧，又突然冒出神秘人救走目标，我不想听过程。青年打断他，摇晃着手中红酒，我只看结果。是。峰哥不敢再多言。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国内黑道已经不顶用，我认识一伙安南雇佣兵，费用更高，动静也会更大，但成功率有把握，那就去做。青年语气斩钉截铁，钱不是问题，明面上的尾巴，日耀集团会摆平，你只要保证暗处干净。是。楚氏最近把手伸进远洋贸易，这是我们的蛋糕，因为他们集团今年财报很难看。青年声音转冷，每一天我们都在损失巨额利润，这件事必须尽快解决，再失败后果你清楚，属下明白。这次我亲自出马，绝不会再让少爷失望。青年眼中闪过一丝淫血，人要毫发无损抓回来，事后本少爷还要亲自会会这位楚大小姐。没问题，少爷尽管放心。青年看了一眼怀里的小明星，顿时没了兴趣，玩腻了，赏你了。峰哥咽了口唾沫，大喜过望，谢谢少爷。楚氏集团办公楼内，楚凤看着女儿，潇潇，你一回来又是卖古董，又是找船，这点小事交给下面人就行，何必亲自动手？楚潇潇放下平板，没事，帮朋友一个忙。朋友？楚凤眼神一动，是救了你的那个人。楚潇潇简单把聂云救他以及老爹过往的碎片说了一遍，是他的义子救了你。楚凤满脸难以置信，那小子身上秘密不少。有人急了，开始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楚凤身上气势一冷，我们最近动了谁的利益，谁嫌疑就最大。日耀集团跑不了，我也是这么想的。楚潇潇点头，那就把资源重心往日耀那边倾斜，我回去做几份方案，他们的市场份额还有的紧，敢动歪心思就要付出代价。楚潇潇神色微微复杂，妈，我想问你一件事。什么？关于他的事，你能跟我说说吗？楚凤一怔，随即轻叹一声，好吧，也是时候告诉你了。南澳以南海域无人岛，聂云站在珊瑚礁上，扶着额头，看着眼前搁浅的新海狼号，机械虫正在清理插入船身的礁石，修补破洞，向外排水。他登上甲板，船体早已被修复得焕然一新，光可见人。海狼号的秘密太过惊人，他必须有一个绝对安全的基地，才能放心发育，建立根据地，扩大虫群。已经势在必行，肚子不合时宜地叫了起来。又来了。聂云无奈，机械虫数量暴涨，他的精神与体力消耗也越来越夸张，光靠太阳能已经入不敷出。他走到火堆前，直接伸手探入火焰，火舌舔过手掌，他却毫无痛感，反而露出一脸舒手。荧光流转，热能被高效转化，快速补充消耗，现在真是越来越像他们了。聂云摸了摸下巴，人家是儿子像爹，我是爹像儿子，反着来。他巡视船舱，随手命令机械虫清理舰长室，尽量还原布局。在腐朽床板深处，虫群翻出一个密封木匣，聂云眼睛一亮，上前掰断烂锁，打开匣子，一阵金光瞬间晃花了他的眼。金币，他小心翼翼把金币倒入一个金属盒，又让机械虫上了整整9道锁。记住，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打开。这里装的可是我一整支舰队的本钱，绝对不能有闪失。他兴奋地继续探索，打开一处舱门，瞬间僵在原地，满头冷汗。眼前是密密麻麻堆叠如山的黑火药炮弹，历经100年，威慑力依旧惊人。快把这些搬出去，轻点慢点，绝对不能磕碰到，一个不小心，咱们爷俩就全交代在这儿了。足足1小时，机械虫才把所有炮弹安全转移到岸上，堆成一座小山。聂云让虫群将炮弹分解重组，又试射了1枚，轰隆，方圆几米内烟尘弥漫。他又让机械虫组合出1门银白色火炮，瞄准远处山崖，装弹，点火，轰隆，炮弹呼啸而出，在海面炸开一团水柱。这射程有点尴尬。几发试射过后，聂云看着一堆黑火药炮弹犯了难，带着太扎眼，不用又没威力，机械虫造不出火药，难道以后只能用实心弹？他忽然灵机一动，吃掉，能不能先不组合？小的们，给我把这枚吃掉。机械虫吞噬弹壳与火药，最终化作一滩黑泥。聂云抓了一点点燃，
只安静燃烧，并不爆炸。他顿时大喜。之后，他让虫群裹着铁屑虫子，一枚全新的炮弹成型，试射，威力正常。爆炸后，银球自动回收，在外人看来，就像普通炮弹炸碎，根本看不出异常，完美。聂云当即把所有炮弹全部转化为铁屑与可重组虫群，隐患彻底解除。海狼号随时可以化身武装战舰。随后，他又花了大半天，心里满船遗海，骸骨火化，骨灰撒入大海，尘归尘，土归土。愿你们安息，不管生前善恶，都早点找到归途，别逗留。他郑重鞠躬，心里默默补了一句：后会无期。整艘船除了他，就只有机械虫，空旷的像幽灵船。他胆子再大，也有点发毛，得想办法增加点人气。2天后，聂云正埋头建设基地，楚潇潇的电话打了过来。聂云，你那枚银币拍卖了135万，扣完手续费和税，到手1153万。第一句话就让聂云差点幸福晕过去。千万富翁来得这么突然。还有，你要的船我也给你找到了，我们集团最近收购了几家公司，正好有一艘适合的二手船，给你作价98万5。聂云刚兴奋3秒，脸色瞬间垮了。千万富翁体验卡仅持续5秒，剩下168万，我打到你卡上。不用了，潇潇，钱别打了，我正好需要一批东西，你帮我买齐装船，我过去一起接。好，你要什么？能源设备，越清洁越好，比如太阳能、柴油风力发电机，各来一套。另外，我还要一台动作灵活的机器人，不用太强，灵活就行。他总不能说是买来当船员，填补船上空荡荡的恐惧。好，我帮你留意。还有别的吗？再来一批废铁和柴油，越多越好。废铁，你要那东西干什么？拿来改造升级用。挂掉电话，聂云感慨不已，困扰几天的能源与材料问题就这么解决了。楚潇潇简直是神级队友，必须报警大口。次日下午，3艘船在海面汇合。聂云的破旧小渔船，一艘精致白色游艇，一艘庞大货轮。你的船是那艘？楚潇潇指着货轮，又好气又好笑。是这艘。聂云嘴上应着，眼睛却死死盯着游艇，疯狂流口水。想要。楚潇潇看得好笑，想要。他今天一身粉色礼裙，淡妆衬得肌肤胜雪，站在海风里格外亮眼。聂云看得微微一呆，连忙挪开目光，没有，纯粹欣赏。欣赏。楚潇潇心里暗爽，这身打扮他足足准备了3小时。可一想到聂云嘴里的舒云阿姨，他又瞬间咬牙。他早就派人查过，舒云40多岁，开牛肉面馆，长相普通，但有一处特征极为醒目，尺寸惊人。对了，你这海狼号怎么回事？怎么光秃秃的？楚潇潇强行压下别扭，嗨嗨，最近觉得他有点胖，在减肥。楚潇潇彻底无语。聂云看了看4周保镖，转移话题，你这镇长快赶上国家领导人了，我妈不放心。应该的。对了，绑你的人查出来了吗？还不确定，但大概率是日耀集团。算了，跟你说也不懂。日耀集团，聂云默记在心里。2人登船，吴经理快步上前，大小姐，给聂船长介绍一下船。聂船长，这艘澄江号2009年下水，排水量2100吨，长96米，宽17.55米，油电混合，最高航速20节，配有液压吊机捕捞设备，近海远海都能用，标准配员10人。聂云越听越满意，很好，就他了。签完一堆文件，聂云正式成了澄江号的主人。走，去看你要的货。仓库里50吨柴油、30吨废铁，3套发电设备整齐堆放。我的机器人呢？那儿。楚潇潇指向角落。聂云找了半天，低头一看，一对只有20公分高的迷你机器人，一红一白，穿着小背心和小裙子，简直是他和楚潇潇的 Q 版复刻。能解释一下吗？为什么是迷你版，还是情侣款？聂云眼角狂抽，你不是说海上无聊，买来娱乐的吗？这可是我挑了很久的，不可爱吗？楚潇潇理直气壮，眼神带着威胁。聂云从牙缝里挤出2个字：可爱。有没有尺寸正常一点的？你要多正常？仿真少女那种纯娱乐机器人？楚潇潇语气瞬间危险。聂云浑身一僵，不可能，我绝对不是那种人，就他们了，我太满意了。楚潇潇这才满意点头。交接完毕，聂云神秘兮兮道：我船上有好东西，你跟我来。他把保镖全部支开，拖着楚潇潇上了旧海狼号，从角落拖出一个金属箱。这是什么？我的舰队鳄，好东西。聂云打开一层又一层，如同俄罗斯套娃。5分钟后，他终于掏出那个上了9道锁的小匣子，一开锁，匣子一开，金光暴涨，近100枚金币静静躺在里面。楚潇潇目瞪口呆，这就是你说的出门捡的古币？嗨嗨，数量是有点多，但真的是捡的。聂云一脸真诚。楚潇潇把匣子锁进游艇保险箱，卖掉后我通知你。对了，匣子记得还我，祖传的，有纪念意义。他总不能说这匣子也是机械虫变的。楚潇潇满脸怀疑，却也没多问。他站在船头，看着澄江号拖着旧海狼号缓缓远去，心生自语：他身上秘密也太多了。出门捡金币，骗谁呢？我迟早要把泥底都掏出来。澄江号仓库内，小的们开工，先把这堆废铁消化了，人手还是不太够。聂云一声令下，虫群蜂拥而上。他盯着那对迷你机器人，心念一动，一团银液扑了上去。半小时后，聂云睁开眼，眼底闪过一丝数据流，启动。2只机器人立刻跳起广场舞。停！机器人瞬间立定，昂首挺胸。哦耶，成功了！
聂云兴奋挥拳：“你们是我第一批水手，得有名字，女的叫小海，男的叫小狼，小狼小队集合！”海面鼓起一个个小包，一只只银色小机器人蹦跳而出，整齐列队，整整20只。啪！齐齐敬礼，小海小队集合！又20只跳出，分列两侧，优雅行礼。聂云被着手，一脸满意训话。他刚转身，忽然又回头，竖起一根手指，一脸严肃：“对了，重点强调一遍，办公室恋情绝对不允许，明白了吗？”澄江号重新启程，聂云坐在船长椅上，看着他的新员工们忙碌，粉色连衣裙的小海们操控着仪器，渔民打扮的小狼们干着体力活。聂云接过身边一名小海端来的茶，喝了一口，这才有点船长的样子。他一边操控航行，一边尝试编写新的自动化程序，力量再大一些试试。咔啦咔啦，身边刚递过茶的小海突然浑身颤抖，四肢乱舞，呲吱一声，他冒起黑烟，耷拉着脑袋趴窝了。聂云尴尬地看着自己的秘书，抱歉啊，失误。银色波浪掠过，机械虫将机器人修复一新。他无语地瞥了眼无良船长，重新站回原位。实验失败的呲声又响了几次。天色完全暗下时，聂云带着澄江号回到了秘密基地，航道已被清理拓宽，旁边是用礁石铺设的平整栈道。海狼号头顶的天空被茂密的伪装网覆盖，遮蔽了卫星的窥探。聂云命令所有机械虫停下工作，全力吞噬澄江号。整艘船像是镀上了一层银白。聂云站在海狼号船头，看着机械虫涌动的场面。曾几何时，他驾驶着从前的海狼号从大船下方经过，无比羡慕地看着那一艘艘巨轮，似乎整个世界都被他们占据。而如今，1000吨级货船也只能任我宰割。再过不久，1万吨的大船乃至10万吨的巨轮也不过是我的食粮。那在这之后呢？聂云看着自己的双手，那银白色之下汹涌的是超越大自然的伟力，科技的力量也是我的力量。野心就像是一点火种，投入心湖，燃起了熊熊烈火。他抬头看向无垠的海面，目之所及尽是我的渔场。时间回到1个小时前，楚潇潇的游艇踏着夕阳返航。掌舵的魏船长目光闪烁，看向雷达，滴，一个光点出现在边缘，直冲而来。魏船长一咬牙，操控游艇转向，朝光点驶去。女保镖叶敏正在巡逻，她感觉到游艇不正常的转向，海面上没有需要避让的船只。她听到漆黑的海面上传来马达轰鸣声，叶敏立刻冲向控制室。她伸手开门，面色一变，被反锁了。砰砰，她用力敲门，魏船长，为什么锁门？室内一片死寂。糟了，砰砰，外面传来步枪点射和惨叫。叶敏拔出手枪，冲向楚潇潇的卧室。游艇上枪声大作。10几分钟后，一名手持 AK-47的冷峻男子踏上满是弹痕的游艇，7、8名武装人员围在左右。情况怎么样？他用安南语问。一名小弟上前，大哥，8名保镖，除了领头那人和目标躲在核心舱室，其余都解决了。船上其他人员也处理了，只留了船长。为什么还没抓到目标？那女保镖很警觉，带着目标躲进去。舱门加了防弹钢板，破门需要时间，不过门口有我们的人看着，他们跑不了。冷峻男子点点头，朝快艇方向用生硬的中文喊道：“风，可以出来了，这里很安全。”快艇上探出一个人影，打量了一会儿，才小心翼翼走到男子面前：“是峰哥，阮队长，都解决了，还有一只老鼠，带着目标躲着，不过抓到目标只需要一点时间。”“好，我这就通知少爷。”“现在还不行。”阮队长摇头：“我们启动了电子干扰，在老鼠被揪出来前，必须保持通讯屏蔽。那请尽快。”小弟将战战兢兢的魏船长带了过来。魏船长看到峰哥，像见到亲人。“峰哥，可算见到你了，你可一定要确保我的安全啊！”“放心，老魏，只要你配合，你儿子会平安无事。事后我安排你们全家去袋鼠国，我一定配合。你能打开核心舱室的门吗？从里面反锁的话，外面打不开，那是避难所，装了3公分钢板。大哥，用炸药炸开。不行，我们要活口，去拿工具，把门切开。”“是。”其余人除了看守目标的，给我搜这艘船，值钱的都别放过。阮队长吩咐。雇佣兵们欢呼四散，一群人在游艇中乱窜，狼藉遍地。嗨，这儿有个保险柜。魏船长用备用钥匙打开了保险柜，里面只有一个银白色匣子，被9道锁链缠得密密麻麻。好东西！雇佣兵们大喜，他们找来消防斧，一斧下去，匣子没事。任震的手臂发麻，这么坚固，绝对是特种钢。他们用尽各种方法，只在匣子上留下几道白痕，什么成果都没有。阮队长也过来了，看着匣子皱眉，怎么回事？魏船长老实交代，这是楚大小姐今天从一个神秘人那儿拿的，很珍贵，连她的保镖都不能靠近。阮队长眼睛一亮，意外收获。他们欣喜地认为截获宝物时，聂云收到了来自匣子机械虫的讯息：“老大，有人想动你的舰队。”聂云，他怒了，要是肯定在楚大小姐身上，抓到他就行。阮队长笑道：“滋滋滋！”游艇里响起刺耳的电焊切割声，马上就能知道里面是什么了。阮队长眼神贪婪。核心舱室内，楚潇潇脸色苍白，叶明左臂中弹，草草包扎着，鲜血染红外套。“楚小姐，我们在劫难逃了，信号被屏蔽，对方是国外雇佣兵，下手狠辣，不留活口。他们人数火力都占优，除非有船经过，否则我们只能等死。”“我们会死吗？”“除了你，他们不会留活口。”叶明苦笑：“他们会杀了你。”叶明点头：“
我会给自己留最后一颗子弹。楚潇潇眼中泛起泪光，滋滋滋，刺耳的电焊声从门外响起。楚潇潇低头沉默许久，抬头时嘴角扯起一丝微笑。叶姐姐，一会儿还请给我留一颗子弹。叶敏惊讶地看着她，楚小姐，叫我潇潇就好，好吧？潇潇，你是他们的目标，只是为了商业胁迫，你还有希望。叶姐姐不必安慰我，他们用这种方式，连无辜者都不放过，心狠手辣。我若落在他们手上，母亲会答应一切要求，结果也只是被吸干最后一滴血。等我没有价值，一样难逃一死。更何况落在他们手里，我恐怕生不如死。叶敏赞赏地看着他，两人靠在一起，看着正被一点点切割的大门。楚潇潇感受着这熟悉的绝望，心中不由得又浮现一个人的身影。那天夜里，黑暗中震耳欲聋的枪声和随之而来的一点炫目火光，将他带出了深渊。叶姐姐，如果有一个人在你最绝望的时候，就比如现在，他从天而降，将坏人统统打倒，然后笑着对你说嗨，美女，你说你会怎么对那个人啊？哈哈，现在要是真有这样一个人，老娘就直接以身相许。楚潇潇惊讶地看着他，叶姐姐，原来这才是真的你。老娘最讨厌保镖里一刻，死前总不能还装淑女。临死前我也要做真正的自己，老娘到时候也要以身相许。咯，哈哈哈！两个女人在绝境中大笑。后室的大门已被切开3/4。叶明仔细检查弹夹，只剩3颗子弹，他一一卸下，又重新塞进弹夹。上膛，1颗给敌人，1颗给潇潇，1颗给自己。他握紧手枪，看向楚潇潇。楚潇潇脸色苍白，却坚定地点头。叶敏回以微笑，举枪对准门口，眼睛微眯。切割声停止了，外面传来细微的谈话声。轰隆，整艘游艇突然猛地震动了一下。楚潇潇惊呼摔倒，叶敏扶身到他身边，惊疑不定地看向门口。聂云很生气，后果很严重。老子刚刚定下了成为伟大渔民的目标，有人竟然就在自己的后花园动自己舰队的歪脑筋。海狼号准备出击！聂云怒吼，机械虫骚动起来，放弃长江号，沿着船体回到海狼号。他们组成发动机，组成螺旋桨，组成一门门火炮。海狼号瞬间露出獠牙。聂云放弃了加速缓慢的风帆动力，改用刚刚吞噬掉的长江号螺旋桨系统。他十分凶残的在舱底组合出整整3套螺旋桨，两侧又延伸出2套，共计5套螺旋桨。刚刚组建完成，便疯狂地旋转起来。海狼号开始缓缓移动，速度越来越快，船头以一个近乎30度倾斜的角度冲出基地，时速飙升到20海里，直指舰队方向。聂云站在船头，手一挥，海狼号全速前进，柴油发动机轰鸣，螺旋桨卷起大片水花。海狼号的速度超出理论极限，船头的聂云碎发狂舞，他的眼中冒着熊熊怒火，杀气腾腾。不管你是谁，敢动我的舰队，都要死！游艇上，峰哥看着四处搜刮的雇佣兵，上前道：“阮队长，等会儿让你们的人可注意点，别伤着里面的目标。放心，这种事我们熟练的很。”那就好。事后1000万美金一分不少，两人心情都不错。半小时后，小弟汇报：“队长，那边差不多了。”阮队长点点头，将匣子交给小弟，走，招呼弟兄们集合。除了留守的10来人，其他人跟随首领进入游艇。魏船长被留在甲板上，有2名雇佣兵看守。他战战兢兢，不敢看吴经理的尸体。吴老弟，真不是我故意要害你我儿子，又被他们抓住，我是没办法。他喃喃着，老泪纵横。旁边的雇佣兵不屑地瞥了他一眼。奇怪，你们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一个雇佣兵突然道，好像是那个方向。哗哗，声音越来越大。魏船长第一个反应过来，这是船只急速航行划破水面的声音，对方正在冲来。他惊恐地后退，所有雇佣兵举起枪械，快把探照灯打过去。明亮的光线照射过去，数百米外，一艘仿佛中世纪帆船般的庞大船只从黑暗中跃出，尖顶船头刺破海面，激起数米高的浪花，带着洪荒巨兽般的气势直扑而来。上帝啊 ，fuck， 这是什么？快规避！所有人惊慌失措，只有魏船长呆呆愣着。这是西班牙风帆战列舰，一艘数百年前的战舰，用上1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冲锋。我这是在做梦吗？两者离得太近，帆船在众人惊恐的目光下灵活地做了一个漂移横船减速动作，激起的海水如倾盆大雨浇了甲板上众人满身满脸。轰隆，两船侧面狠狠撞在一起，碎屑横飞，钢铁扭曲的哀鸣清晰可闻。雇佣兵东倒西歪，惨叫声一片。魏船长躲入箱子后面，死死抓住缆绳，场面平息。幸存者目瞪口呆地抬头，木质船身，3根高耸桅杆，散发着历史厚重感。这老古董给了他们震撼一击。中世纪的帆船与现代游艇的世纪大碰撞。天啊，谁来告诉我这不是在做梦？这自然是带着滔天怒火的聂云以及他的海狼号。2艘船模样凄惨，游艇一侧凹陷，玻璃全碎，肯定漏水了。对面的木船竟然损伤更轻，尽管一侧有大块裂纹，却保持着结构完整。世界上还有这么坚硬的木人。海狼号内部发出嘎吱不堪重负的哀鸣，多处主梁断裂，但机械虫在手。另当别论，海狼号比游艇高出2-3米，紧紧贴在一起。对面没有灯火，没有人的声音，安静如鬼船。一道冷冽中带着无穷怒火的声音传来：“炮火准备。”有些听不懂中文的安南雇佣兵松了口气，听懂了的人面色大变。不会吧？魏船长脸色发白。对面的船上，数十个炮口轰然打开，一门门银色火炮被推出，动作整齐划一。
黑洞洞的炮口正对着这边。What the fuck！ 隐蔽，快隐蔽！甲板上瞬间乱了，开火！海狼号一侧的25门火炮交替轰鸣，轰轰轰，火光不断闪烁，游艇上层被炮火淹没，陷入一片火海。灭云避开了游艇核心区域，只是将甲板离了一边。旁边的雇佣兵快艇受到重点照顾，几十发炮弹落下，快艇已看不到原本模样，凄惨的冒着大火。雇佣兵勇敢反抗，但冲锋枪子弹打在船体上被直接弹开，除了一枚火箭弹掀翻一门火炮，他们毫无办法。幽灵船，这一定是幽灵船！有雇佣兵扔下武器转身就跑，单方面的蹂躏持续了3轮齐射。魏船长不幸中了一发劲爆弹，浑身血肉模糊倒在甲板上，吴经理的尸体就在不远处，死不瞑目地看着他。这是报应啊！他流下最后一滴悔恨的泪水，咽了气。炮声停歇，游艇和快艇浑身燃烧，照亮海域。小狼敢死队，肃清残敌！上！海狼号上吧嗒吧嗒蹦下数十个小狼机器人，落在游艇上。小狼们脑袋上顶着一副渲然欲泣的泪目，他们一落地便顶着泪目惊慌失措的到处乱窜。每一个小狼背后都背着一颗和他们差不多大小的圆形炮弹。一名雇佣兵躲在一处倒塌的铁架后，紧张地握紧 AK， 探出头张望。一个20公分左右的玩具机器人迈着小短腿，含泪向他奔来。雇佣兵大脑瞬间宕机，机器人啪嗒一下，眼含热泪扑入他怀中，死死抓住武装带。他抬起头，泪目可怜巴巴地看着他，充满了惶恐和无助。如果没有他身后那颗正燃烧着隐性的炸弹的话，卧槽！轰隆！爆炸声过后，世界安静了。这一幕在游艇上不断上演。哎，造孽啊！聂云在海狼号上看着这一切，不由得叹息道。数分钟前，阮队长和峰哥一行人来到楚潇潇所在的舱室外，2名雇佣兵撤下切割工具，4名雇佣兵持枪警戒。老大，阮队长点点头，看了看紧锁的大门，动手吧！一人领命，从腰间拔下2颗催泪弹，就要上前踹开被切割出的大洞。轰隆，船体猛烈震动，所有佣兵东倒西歪。峰哥脸撞在墙上，鼻血横流，发出惨嚎。阮队长狼狈爬起，怒喝：“怎么回事？发生了什么？”阿平带2个弟兄出去看看。是，老大。轰轰轰！外面突然传来巨大的炮火轰鸣，船体不断震动。阮队长脸色一变，这是炮击声，不下20门火炮正在齐射。炮击持续了1分钟左右，渐渐平息。头顶照明灯闪烁后熄灭，应急灯启动，走廊上只剩下昏暗光线。峰哥捂着鼻梁，惊慌失措。阮队长，安静！阮队长恶狠狠瞪了他一眼。外面炮火声停止，但还有零星的爆炸。队长，救命！一个满身硝烟的雇佣兵踉跄跑来，神情惊恐。老六，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鬼船，有鬼船！啊！救命！不要过来！老六语无伦次。啪！阮队长给了他一巴掌。给我冷静点！说。老六结结巴巴。是一艘鬼船，他向我们撞过来，木质帆船，坚硬如铁，火箭弹打上去都没用。还有，他的炮好多，最后还有一大批的小鬼会爆炸，他们哭着到处追我们，追上了就自爆，弟兄们全死了。走廊上一片安静。阮队长松开瘫软的老六，环顾四周，所有人眼底露出恐惧。峰哥吓得2腿直哆嗦。阮队长脸色阴沉如水，自己外面的手下应该已经全军覆没，佣兵团一下剩下不到10人。他狠狠瞪了一眼峰哥。鬼船，装神弄鬼！我不信这世界上还真有鬼船，就算有，我也会把他送回地狱。安排2人留守，看住目标，其他人缓慢向外搜索，遇到不对立刻开火。首领镇定的声音让雇佣兵心下稍安。6、7名佣兵开始交替掩护，打开战术手电，缓缓向外搜索。打头的是阿平，外面零星的爆炸和惨叫已经消失，整艘游艇安静的可怕。走廊上只剩下粗重的呼吸和轻微的脚步声。吧嗒，阿平脚下踩到软绵绵的东西，浑身一僵。手电照去，只是一条银白色缎带。他重重松了口气，暗骂自己疑神疑鬼。他完全不知道，那条银白色缎带已化为液态金属般的流体，沿着黑暗墙角向走廊深处缓缓流淌。阿平，情况怎么样？对讲机传来阮队长的声音。报告队长，一切正常，不要放松警惕，继续搜索。是。阿平结束通话，继续前进。他们拐过拐角，战术手电照射到新的廊道上，所有雇佣兵突然一愣。10来米外的前方，突兀地伫立着一排总共3个小小的身影。手电照射下，看得清楚，这是3个玩具机器人，造型古怪，浑身绿油油，脸上顶着僵尸脸，突出的眼球和大龅牙在环境中分外诡异。3个僵尸机器人，一个拿着小门板，一个顶着老式锅盖，一个裹得像木乃伊。所有机器人后背都背着一个圆滚滚的东西，这是什么东西？阿平紧张地握紧冲锋枪对准他们。佣兵大战僵尸，游戏开始。3个机器小人异口同声用诡异的金属音说道，然后迈开小短腿，整齐划一地开始前进，用的还是一瘸一拐的僵尸步。佣兵大战僵尸，阿平眼睛瞪得老大，心中泛起一股不妙的感觉。3个玩具机器人迈着统一的步伐逼近，枪声炸响，子弹在他们身上溅出火星，很快将他们打趴在地。雇佣兵们刚松口气，黑暗中哒哒的脚步声再次响起，一排又一排僵尸机器人踏着整齐的队列，无穷无尽般涌来，火力再次倾泻，手雷炸开，倒下一片，后面又涌上更多，子弹打空了，一个雇佣兵被接近，轰，血肉横飞，退，保持火力，慢慢退。阿平惊恐的吼叫，
对讲机里传来阮队长的质问：“队长，好多僵尸机器人，那艘鬼船在和我们玩植物大战僵尸。”阿平语无伦次。阮队长脸色阴沉，枪声越来越近，他猛地看向走廊尽头那扇门，莫非对方是来救人的？控制住里面的人，他立刻下令，2名手下冲向大门，一人抬脚欲踹，却猛地愣住。大门光滑如新，刚才被切割出的洞口消失了。鬼打墙啊！峰哥瘫坐在地，亡魂大冒，所有人都被这超出常理的一幕定在原地，寒意爬满脊背。这自然不是鬼打墙，聂云提前渗透的机械虫，趁所有人被枪声吸引，悄悄修复了大门，人质安全了。游戏也该升级了。僵尸机器人齐刷刷停下脚步，雇佣兵们喘着气，疑惑地看着。好了，你们已经满足游戏升级的条件，接下来打头的机器人体内传出少年戏谑的声音。阿平心中大惊，所有僵尸机器人脸上银光一闪，表情瞬间变换，萌萌的大眼挂上2行泪珠。下一秒，他们迈开小短腿，以冲锋的速度狂奔而来。卧槽！阿平扭头就跑，轰轰轰，爆炸接连响起，硝烟中冲出更多泪目的小狼敢死队。阿平3人连滚爬逃回阮队长所在。队长，挡不住了，快逃！阮队长从震惊中回神，前有追兵，后无退路。他一脚踹开旁边带海景窗的房门，跳海撤。他轰碎玻璃，抱住那个神秘匣子，正要第一个跳下。窗外月光下，一艘布满裂纹的鬼船悄然浮现，银白色的炮管泛着寒光。是鬼船，老六彻底崩溃。身后门口探出一个泪目的呆萌脑袋，枪声、爆炸声，最后一切归于死寂。阮队长倒在血泊中，眼睛死死盯着不远处掉落的匣子。整个房间只剩下峰哥一人，他被一滩银白色液体死死固定在地上，惊恐地看着。尾船上延伸下一座银白色桥梁，搭上破碎的窗口，一个黑袍人踏着月光，一步步走进房间。是谁抢走了我的心脏？黑袍人嗓音沙哑。峰哥愣住，我的小宝贝儿，原来你在这儿啊！你终于回到爸爸的身边了。黑袍人弯腰捡起脚边的匣子，峰哥愕然，那匣子是心脏。那么说吧，为什么要抢走我的心脏？误会，都是误会啊！峰哥惨嚎着，将绑架目的和得到匣子的经过一股脑道出。这么说，你是日耀集团的人？是，求您放过我。原来如此，你很诚实，所以我决定奖励你，让你变成我们的一员。变成一员？峰哥一愣，当然是变成鬼了。黑袍人掏出手枪，砰！峰哥最后的念头是，鬼杀人也用枪，第2次亲手杀人。聂云没有任何不适应，对敌人的仁慈是最无用的东西。他从小就明白，黑袍和手枪化为银色液体，缩回成手环套在他腕上。没有人能够在我的地盘觊觎我的财富，还想伤害我的朋友。核心舱室内，楚潇潇和叶敏在黑暗中听着外面连绵的爆炸与枪声，一切突然安静。砰！一只大脚将门洞彻底踹开。叶敏立刻举枪，别紧张，我是聂云。潇潇，你还好吗？聂云。楚潇潇不敢相信，聂云，我在这儿，我很好。他惊喜喊道。聂云探进脑袋，咧嘴一笑，嗨，美女，又见面了。2女脸色微红。聂云钻进来，我和我兄弟来附近吃宵夜，正好发现你的船被攻击，就找我朋友帮忙，雇佣兵都解决了。你朋友？我那个造航母的朋友，他路子过。聂云随口带过，将匣子递给楚潇潇，诺，捡回来了。他又吞下手腕上的银白色手环，一起递过去。我看你最近总是倒霉，老是被人绑架，这是我祖传的，能辟邪。楚潇潇愣了一下，低头默默收下手环，记得时刻带着。聂云嘱咐，等警方和处事的人赶到，聂云便开着破渔船离开了。海面上，楚潇潇抹撒着手环，望向渔船消失的方向。叶敏轻笑，不是说谁救了你，就以身相许吗？楚潇潇脸色绯红，你明明也说了，2女共侍一夫，老娘不介意啊。叶敏笑得促狭，2女清脆的笑声荡开在夜色下的海面。聂云回到基地时已是深夜，机械虫继续吞噬澄江号。聂云查看收获，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他将战场带回的枪械设备和快艇全部打包，银光流转，眼前出现了 AK 冲锋枪、火箭筒、手榴弹。啧，我这要是去做军火生意，绝对赚翻啊！富士康什么的在机械虫面前完全就是渣。我现在应该可以算是全世界最强大的代工厂了。除了武器，还有对讲机、干扰设备和军用笔记本。他用水手机器人完成芯片升级，反应速度提高10%。更宝贵的是笔记本里的战术数据、地图和知识。更加丰富的知识也让他意识到，机械虫的潜力远不止目前看到的这些。自己对机械虫的开发还不够，脑洞还需要更大。而这一切的前提是能源，是原材料，是无数的样品。接下来，聂云全力增加机械虫数量，并在岛上铺满能源搜集设备，吞噬2000多吨的澄江号，只用了2天，机械虫规模达到1000吨，足以将海狼号完全机械虫化。半天后，他得到一艘银光闪闪的战舰，然后改造开始，桅杆去掉，3套大型螺旋桨驱动油电混合动力，底舱改造为注水舱，海狼号成为可潜航的2名舰艇，尾楼移至中后部，作为舰桥和起居室，内部填充大量现代化武器，51门火炮不变，甲板上多出密密麻麻的火箭弹。等一切改造结束，海狼号面目全非。虽然看上去错了一点，不过我是实用主义者，美观什么的细节请不要在意。就是这样，至少船沉了也不怕。完成改造后，
聂云将模型存入机械虫库，他兴奋地乘坐海狼号进行第一次试航。聂云坐在舰长室，前方透明，一览无余。小海机器人在操作设备，身旁站着秘书副手。海狼号正前方，全速前进。命令确认。海狼号正前方，全速前进。3套螺旋桨急速旋转，强劲的后坐力将它抵在椅背上。战舰向左前方冲去，似乎重心没调整好，他立刻着手调整结构布局。半小时后，海狼号才走出直线。嗨嗨，这些都是小问题，人生的道路向来是曲折的。好了，海面测试到此结束，接下来我们来试试海狼号的潜航能力。我命令最大速度下潜。海狼号最大速度下潜，船身泛起气泡，渐渐沉入海面，不到1分钟便消失不见。下潜深度100米、200米、300米。聂云心中一动，周围舱壁变为透明，月光投射在宁静海底，色彩纷呈，射灯照亮珊瑚礁，鱼群逡巡，置身光怪陆离的世界。他脑海中浮现一句话：人类的进步实在是太慢了。此时他才真正体会到其中的急迫和渴望。还好我拥有了机械虫，他隐约预感到机械虫能够带给自己和人类的，或许正是打破这一切束缚的力量。继续下潜，我要看看海狼号不，看看我的极限在哪里。聂云眼中露出渴望。下潜深度1000米、1500米、2000米还不够，机械虫还远远未达极限。3000米、5500米，嘎吱嘎吱，船体传来钢铁扭曲的声音。现在只能到这个程度吗？聂云停止了继续下潜，迟早我会征服你的。海狼号返航，是船长。海狼号返航。